王哥，王老板，您再宽限我3天。宽限？林海，你那破鱼塘底都干得能跑马了。只要扛过这阵高温，我就清塘。里面还有几万斤白莲和草鱼。别扯淡了，你的塘里现在全是泥浆，鱼都要翻白肚了。明天中午，要么借2万块钱尾款，要么我带人去收你的增氧机抵债。别啊，王哥，增氧机一撤，我的鱼全得死绝。喂，该死的老天爷！真的一滴雨都不下吗？丁，检测到宿主濒临破产，符合激活条件，跨界获客系统已绑定。谁在说话？空间锚点锁定，通道开启中。我操！地震了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鱼塘底下怎么会有口古井？喂，有人吗？里面是不是塌方了？苍天！你当真要亡我雁门关吗？我操，真有人！底下人在拍戏吗？3年大旱，赤地千里，如今城外10万乱军围城，城内却连一滴草根水都榨不出来了。大叔，你掉井里了！谁在说话？是北蛮的细作吗？什么北蛮细作？我是这渔场的老板林海，你是不是掉我鱼塘底下的古井里了？渔场，井中传音，莫非是此井通灵？咱们上界仙人可是听到了樊江赵铁的祈求。仙人？大叔，你脑子摔坏了吧？要不要我先给你扔个绳子下去？仙人，我赵铁死不足惜，但我身后是雁门关3万老弱妇孺，水井枯竭有半月，将士们渴得嗓子冒血，拿不动刀，城中孩童连眼泪都流干了。你说，你们几万人没水喝，今日北蛮攻城，弟兄们咽下最后一口浑水，死战退敌。但明日若再不是雁门关必破，3万百姓必遭屠城。3年大旱，3万军民，这系统说的跨界获客，难道井底连着另一个世界？仙人若能降下一场甘霖，救我全城百姓，我愿永生永世做牛做马，结草衔环。别做牛做马了，你只要告诉我，你能接得住水吗？仙人愿意赐水，接得住。这枯井虽干，但下方连接着城中巨大的蓄水龙池，只要有水，绝不漏失半滴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，别死，听到没有？千万别死！多谢仙人救命之恩。我不叫林海，你那边准备好接水，老子今天给你们来个人大暴雨。龙王爷不管的旱灾，我临海这台抽水机管了。起，给我起！这帮古代人也是倒霉，3年大旱，真亏他们能熬下来。喂，井底的那什么将军！仙人，樊将在，全城百姓先在井外候着，千万别站在井口正下方。让他们听令，退避龙池3丈之外，拿好木桶水囊。将军，这枯井连淤泥都干成了粉，怎么可能凭空出水？您是不是可出幻觉了？闭嘴！仙人既已显灵，必定降水，哪怕只有1桶，先给城墙上的弟兄润喉。北蛮10万大军就在城外10里扎营，就算真有1桶水，明日城破，咱们也全得变成没头鬼。只要没死绝，就给老子守！老伙计，今天你要是掉链子，我就真成千古罪人了。给我找！哈哈哈哈！来了，水来了，接稳了。天雷，井底怎么会有雷声？这不是雷，这是仙人的法力，是龙吟。是甜的，没有泥沙。水，真的是水，活水啊！天不亡我雁门关，天不亡我大梁啊！娘，你喝口水啊！郑开也喝口水啊！仙人赐水了！龙王爷显灵，多谢龙王爷救命之恩！痛快！传我军令，幼童伤兵先引，妄作乱强者，杀！
杀无赦！丁，水量已满足雁门关3日基础生存需求，初始任务达成。总算搞定了。喂，古代的老赵，水够不够？仙人已满大半，足够全城居民支应数日。够了就行，别叫我仙人，我就是个养鱼的。你们赶紧喝水，早点休息。我明天还要想办法凑2万块钱还债，不然我这渔场就真没了。仙人，您在天界也有难处，需要钱财。什么天界？老子欠了饲料厂2万块钱尾款，明天交不上，人家就要来搬我的机器。行了，跟你一个古代人说这些干嘛？仙人救我满城性命，莫说区区凡白之物，便是要赵某的项上人头，赵某也绝不皱眉。李虎，把我祖传的那块雪玉拿来，仙人赐水之恩，我雁门关必以重宝相报。我操，这是真古董！这沁雪老玉，包浆浑厚，雕工起码是1000年以上的官造。林老弟，你这是从哪儿倒腾出来的土货？就别废话，你就说值多少钱，我急等着用钱救命。哎，玉是好玉，可惜有几道暗裂。你也是急用钱，哥哥我吃点亏，5万块我收了。哼，5万？金老板，我虽然不懂行，但我不瞎。你刚才手都抖了，不买我换下家。10万一口价。林海，你那破渔场欠了一屁股债，听说连电费都交不起了。你拿着这10万，赶紧把你那塘死鱼处理了。我听人说你昨天搞个大抽水机往井里灌水，卖水啊？听哥哥一句劝，做那种暴利买卖，抽点泥巴水糊弄糊弄得了，省点柴油钱才是真的。反正快渴死的人，还能挑挑拣拣不成？泥巴水，嘿嘿，可不是嘛，掺点死鱼烂虾进去，谁知滚你大爷的！你他妈怎么骂人呢？老子穷是穷，但老子赚的是干干净净的良心钱，人家拿命换来的家当，你让我拿泥巴水去糊弄，你这种人吃人血馒头，早晚遭雷劈。这玉我不卖你了。这块玉若来历干净，市价保底100万。您若是死当，我立刻给您打80万；活当50万。活当50万，现在就要。这玉不是我的，以后我还要赚钱赎回来还给人家。好，林先生痛快有底线，签合同，马放款。王哥，2万块钱尾款打你账上了，增氧机别动，老子现在有钱交电费了，以后少拿停电吓唬我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完成首笔跨界交易，临时诚信底线，未以次充好，系统评价优。警报：雁门关水源危机已大幅缓解，但衍生危机全面爆发，城外难民即将冲关，守军绝粮3日，大饥荒降临。仙人，水恩浩荡，弟兄们昨夜活过来了，挡住了北蛮的夜袭。挡住了就好。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疼得整已无半粒粮食，连树皮和观音土都被啃光了。将士们喝饱了水，却连举刀的力气都没了。咱们天界可有仙食？哪怕是仙家丢弃的残羹烂杠，只要能让弟兄们吃一顿饱饭，孩子，不行了，水温太高，白莲死了一大半，再这么下去，全得抽在塘里。仙食没有，大肥鱼，老子这里管够。捞，把死的全捞出来，挖深坑埋了，活的立刻集中到深水区埋了。你疯了！镇上的猫狗粮加工厂2毛钱一斤收死鱼，好歹能回点血。老子现在有钱了，不用赚这种烂钱。有钱？你哪来的钱？刚搞到的50万。大强，你现在立刻去镇上，把能租到的液态氧气罐、增氧机和活鱼高压吸烹全给我包下来。包这些设备干嘛？咱们这塘鱼连菜市场都没人要了。有人要，有个几万人的大客户，正眼巴巴等着这批鱼救命。救命？灾区啊！孩子，要是给灾区的话，咱们把这些刚断气儿还没发臭的死鱼送过去不行吗？反正饿极了的人连观音土都吃，死鱼对他们来说也是难得的肉啊，这还能省下一大笔活养设备的钱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！你干嘛发这么大火？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军人，是宁可渴死也不投降的硬骨头。人家拿命在前面死守，你他妈让人家吃死鱼烂虾！我林海就算穷的讨饭，就算这渔场干不下去，也绝不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。听懂没有？只要活的，条条都得是活蹦乱跳的大肥鱼。谁敢往里头掺一条死鱼，老子跟他拼命！懂了，我这就去租设备。李虎，城外北蛮可有动静？北蛮没动静，但城西的刘军营快压不住了，有人开始为了一块树皮拔刀子了。是救了命，却解不了饿。去马厩，把战马杀了吧。不可啊，将军！战马是咱们最后冲阵的本钱，杀了战马，北蛮再攻城，咱们拿什么挡？
人不火拿什么手？杀！先熬肉汤，给老人和孩子分一口。老赵，战马留着踢着北蛮的屁股吧！老子给你们送肉来了！你的人，把城里所有的筐都给我举起来，接好了！仙人，给我下！将军，天上掉银子了！不，那不是银子，那是活物。哎呦，活的，会动，肉！将军真的是肉啊！这么大这么肥的鱼，老汉活了60岁都没见过，莫非是龙王爷的龙子龙孙？这能吃吗？什么龙子龙孙？这是仙人赐下的仙食，是来救咱们命的！别愣着，赶紧起锅烧水，大肥鱼多的是，管够，把你们那块饿死的百姓和伤兵全我喂饱！全军听令，架锅生火，立刻炖鱼汤。香，太香了！我这辈没吃过这么多肉的鱼，不用嚼，直接化在嘴里了。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，这一锅鱼是活下去的希望。娘，我肚子里不烧了，仙人的鱼好甜呀！痛快，奶奶的，这神界降下的仙鱼果然不一样。吃饱了这鲜肉，老子现在感觉能一拳打死一头北蛮的牛。仙人，今日赐水赐食之恩，犹如再造父母。我雁门关3万军民永世不忘，若有差遣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行了行了，吃饱了就赶紧站岗去。你们不是还在打仗吗？别等吃饱了让人给一锅端了。肉是肉香，雁门关哪来的肉？探子不是说他们连树皮都吃光了吗？大王，雁门关城头上森火了，全城都在吃肉，香的邪门啊！凭什么我们在这啃泥巴，他们能在城里吃肉？弟兄们，雁门关有粮有肉，城墙上的守军不过是强弩之末，把所有的攻城梯都给我扛出来！今夜破城，先杀赵铁，再吃肉！将军，这帮流民闻着肉香都疯了，不要命的往上填呀！弓箭手，把他们压下去！将军，没箭了，最后一支箭昨晚就射空了，现在连滚木墩石都没了。奶奶的，老子吃饱了不怕死，可这刀刃都卷成陶片了，怎么杀？难道天要绝我？有了水粮，却要死在兵器好劲上！仙人，救命！乱军攻城，我军已无剑齿兵刃，求仙人赐下天兵利器。我操！刚吃饱就打仗，你要什么兵器？只要是能杀敌的就行，长枪、屠刀，哪怕是铁剑锁，只要1万支。不，5000支。你疯了吧！我他妈的在现代社会买菜刀都要实名制，你要去哪给你搞5长枪大刀？是樊江强人所难了，仙人恩德，来世再报。李虎，随我拔剑，跳城死战！等一下，老子买不到刀，但我他妈是开渔场的，没有刀枪，老子给你们送点降维打暗器，撑住10分钟。林海，你大半夜抢劫啊！少废话，把你店里最结实的撒网全给我拿出来，要带中铅坠的。你要那么结实的网干嘛？钓鲨鱼啊？你管我钓什么？鱼线要最顶级的。是刚进的工业级大力马防咬线编的重型撒网，里头还加了钢丝芯儿，底下一圈全是大号铅坠。别说鲨鱼，野猪套进去都咬不断、挣不开，越挣扎勒得越紧。全要了，再给我拿几大卷最粗的 PE 线。老赵，接暗器，这玩意儿叫大力马撒网，别拿它当武器砍人，当成网兜，顺着攻城梯给我往下照。将军，仙人怎么扔了一堆渔网下来？这软绵绵的能杀敌？仙人给的必是神器。弓箭手退后，换渔网，顺着梯子给老子撒。撒网！怎么没有电？
断，这黑线砍不断啊！哈哈哈哈！将军，你快看，这网邪门了，刀剑砍上去直打滑。那帮狗贼越挣扎，网线勒得越深，都快勒进他们肉里了。神界之物，水火不侵，刀剑难伤，好霸道的擒敌神器！全军听令，2人一组，张网捕人，把这帮乱贼当王八捞！大王，攻不上去啊！城上有妖法，他们扔下来的黑网砍不断，挣不开，前锋营已经全被捆成肉粽了。妖法？老子不管什么妖法，老子只要吃肉！城墙爬不上去，就给老子砸门，把破城锥推上去。今夜就算把雁门关砸个粉碎，我也要把里面的人全捞出来下锅！将军，糟了，是重型冲车，咱们的城门半个月前就裂了，绝对扛不住这一撞啊！传令死士营下城门，用血肉之躯给老子把门顶住！将军，门栓断了，再撞一下，北门就塌了！死士营用命顶住，门若破，城中妻儿老小全得进这帮畜生的肚子！老赵，人都闪开，别拿肉身去挡木头，会碾成肉泥的。仙人，退不得啊！城门已裂，一旦退开，乱军下一波能冲破城门，长驱直入。操！我怎么把这玩意儿忘了？撑住30秒。接住！把带子2头的铁钩分别挂在城门2侧逆线墙里的石柱上，然后把中间那个铁牙齿死扣在裂开的门梁上。仙人，这软弹如何能挡冲车？别管那么多，挂上去，然后拼命往下压那个铁把手，压一次它就锁紧1寸，快！令狐，带人挂钩，挂2边石柱。挂上了，将军，给老子锁！他咬住了，这小铁牙竟然吞了这么大的力气！继续压，上下排满，全给我锁死！城门已碎，给我撞开它！今夜进城，吃肉喝血！大王，大王，撞不开！城门后面像是有妖锁，木门明明断了，可就是砸不碎啊！妖锁，就算有妖法，老子也要耗死他！等！大王息怒，此时正是黄昏，再过半个时辰，天狗食月，今夜无光，将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极夜。只要天黑，他们就是瞎子。到时候咱们派人顺着乱石坡摸上城头，他们那妖网和妖锁全都是摆设。好，传令3军原地休息，天黑之后全军摸黑破城，我要让他们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。仙人，城门住了，乱军若在暗中摸城，连手中的刀都不知道往哪里砍，今夜恐怕不终究是熬不过去了。没柴火点火把，你们是瞎子，他们也是瞎子。乱军人多，他们只需乱攀爬，可我们人少，防线一旦被撕开一个口子，黑暗中必然全军覆没。仙人，天界可有不灭之火？不灭之火，老子给你们搞几个人造太阳。不过这玩意儿贵得很，我手头那50万快见底了。钱财，仙人稍等。城内夫妇感念仙人此时之恩，凑近了最后一点金银。仙人，这些够买天火吗？够，太他妈够了！老赵，让弟兄们在城墙上把眼睛闭上休息半小时，半小时后，老子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极昼降临！赶着投胎啊！关门了，明天再买。买你全场最亮的灯，现在立刻！真金？你小子抢银行了？少废话！塔吊用的重型探照灯，建筑工地用的高压7气大灯，甚至是足球场用的高杆灯阵，只要是插电能亮瞎人眼的，全给我搬上车！有，都有。我库房里有一批刚给高速公路施工队备的2000瓦滤矩阵 LED 塔架灯。亮起来能把方圆3里照的连根头发丝都看得清，全搬！再给我拿2000米带防水接头的重型工业电缆，电排插要最顶级的。老赵，让弟兄们准备接天火。将军，城下有动静，是脚步声，很多密密麻麻的脚步声。乱军摸上来了，他们想趁黑爬乱石坡。弓箭手盲射，将军没箭了，连石头都没了。哼，赵铁，
别挣扎了，你们现在就是一群瞎子。爷爷我就站在你城下10步的地方，你来砍我呀！摸上去，杀光他们，吃肉！天火来了，闭眼！全军闭眼，把仙旗挂在城垛上，灯面朝外，快！将军，挂好了。仙人，天火怎么点？老子说要有光！去死吧！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瞎了！将军，亮了，亮得刺眼啊！他们全被照出来了。仙家天火焚尽妖邪，弟兄们，睁开眼，看看这帮在光台发抖的臭虫，他们看不见我们，给我杀！在哪儿？城墙在哪儿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！天罚，这是天罚！雁门关有真神护佑，快跑啊！那到底是什么妖术？人怎么可能造出太阳？大王，破不了了！有此等刺破黑夜的神光，雁门关便是铁桶，咱们的先锋营全下了，正在自相践踏呀！撤！鸣金收兵，快撤！退了，哈哈哈！这帮狗娘养的终于退了。仙人手段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光，此等恩情，赵铁剑是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。老赵，别急着谢，光把他们吓跑可不够。打蛇不死，必受其害。敢欺负老子的客户，明天我送你们一套能飞上天、杀人于无形的真家伙。谁呀？大清早的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老板，把你们这载重量最大、飞得最远、带高清夜视摄像头的直薄无人机拿出来。哟，大主顾啊！你要多大的？越大越好，最好能挂载50公斤液体，底下还得给我加装一个最高分贝的扩音大喇叭。你这哪是去打农药啊？你这是要上天搞反恐啊！这台大疆 T50农业织包机带双目视觉和相控阵雷达，挂个喇叭绝对没问题。老赵，让他把井口空出来，我送个天眼过去帮你们探探路。将军，井里有异动，难道是地龙翻身？莫慌，仙人说了，要送天眼下凡。这是什么神鸟？竟有4只钢铁羽翼，没有头脸，却能凭空悬浮。铁鸢，传说是真的，这是神界的铁鸢神鸟啊！林海呼叫，收到，请回答。天眼灵渊，能在天上俯瞰众生，有此神物，乱军便是藏在耗子洞里也无所遁形。老赵，看好了，老子现在就操纵他去乱军大营逛一圈，给他们降点天罚。光！他们到底哪来的妖光？难道老天爷真瞎了眼，在帮那帮昏官走狗？大王，军心已经散了，先锋营杀了上千人，现在营里到处都在传雁关有真龙天神护佑，咱们还是撤吧。撤！往哪儿撤？今天哪怕是用人命堆，也要给我把雁门关堆平！大王，天上有怪物，神鸟！铁做的神鸟飞过来了！这是什么怪物？放箭，给我把它射下来！大王，太高了，我们的土弓根本射不到啊！饿得不行的流民是吧？倔脾气的首领是吧？老子今天就彻底击溃你们的心理防线。下雨，血。是血，天降血雨了！天怒了，神明发怒了，这是苍天降下的血罚呀！妖术，都是妖术！别怕，给我站起来！尔等乱民，本神念尔等深受旱灾之苦，不忍杀生，今日只降血雨示警。若再敢越雷区半步，冒犯雁门关，明日降下的便是9天神火，定叫尔等飞灰幻灭，永不超生！神明息怒，神明息怒啊！我们退，我们现在就退，再也不敢了！非战之罪，非
非战之罪呀！天要亡我，我如之奈何？将军，10万大军被仙人几句话、一场血雨，就全下跪了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大善大悲，这才是真正的神明手段。我雁门关彻底保住了。将军，城外的乱军连夜退到了100里之外，听说沿途的草根都快被他们啃绝了，短时间内绝对不敢再犯咱们雁门关。多亏了仙人庇佑，这几日城中百姓每日对着枯井焚香跪拜，仙人的恩德，我雁门关必须世代铭记。神务切记不可淋雨，那台叫发电机的铁箱子，每日派12个死士、12个时辰轮流站岗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将军放心，谁敢碰仙人的神物，老子第一个剁了他。将军，有骑兵是京城方向来的。呸！咱们被围城大半个月，连个鬼影子都没见到。现在乱军被打跑了，京城的老爷们倒是来得挺快。那是朝廷的钦差仪仗，开城门，随我下城迎接。哎呦喂，赵将军，咱家还以为这雁关早就成了人间地狱了呢，没想到你们这一个个油光光满面的，日子过得比京城里的老爷们还舒服呢。分层关苍天垂怜，天降神万乱凶诛，全城居民早成枯骨。苍天垂怜，哼，咱家只知道皇恩浩荡，赵铁接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雁门守将赵铁守城邀有功，特命钦差钱有才彻查此事，收缴一切不明妖物，押送京城。钦此。什么妖邪作祟？那是救了咱们命的仙家神物。我们在前面拿命拼的时候，朝廷在哪儿？现在打赢了，你们跑来抢神物，放肆！大胆狂徒，竟敢咆哮钦差，给杂公掌嘴！钦差大人，李虎是个粗人，不懂规矩，但他说的没错，这城里没有妖物，只有神明赐下的救命之恩。哟，这么大的火雨，这大旱荒年的哪来的这等稀罕物？御林军听令，把水池里的鱼全部打捞上来，装车带回京城。咱家要亲自审问这些妖物。那是仙人赐给城中百姓和伤兵续命的口粮，你敢动一下试试？反了反了！你们要造反吗？赵天就是这么带兵的。哼，老子辛辛苦苦出钱出力帮客户保住的城池，哪儿跑来一头死肥猪要摘桃子？还敢抢老子的鱼！老赵，你别告诉我你要对这个死太监妥协。仙人，他是钦差，代表的是陛下，是朝廷。若抗旨，便是满门抄斩的谋反大罪啊！谋反个屁！老子救的是你赵铁和全城百姓，不是那什么狗屁皇帝。你敢让他碰老子的设备和鱼一下，老子马上断水！什么人在说话？千里传言，这果然是妖物！赵铁，你竟敢勾结妖邪！来人啊，把这个妖盒给咱家砸了！把城墙上那几个铁疙瘩，还有那个铁鸟，全给我拆了带走！赵铁就地免职，所拿进京。雁门关不能没有这些神器，还敢顶嘴？咱家打死你个乱臣贼子！老子忍不了了！将军，反了吧！这朝廷不给咱们一条活路，咱们就跟着仙人干！杀！把这群乱党全给我杀了！好一个卸磨杀驴的封建朝廷！敢动我临海的人，你特妈算是踢到钢板了！老赵，把对讲机的音量给我开到最大！老子今天不骂死这个死太监，老子名字倒过来写！给脸不要脸的狗东西！老子今天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李虎给咱家拿下！把赵铁的顶戴花翎摘了！这满池子的妖鱼，一条不落，全给我捞走！遵命！造你大爷的反！你个没根的死太监，也配在老子的地盘上月月狂飞！什么妖音？我的耳朵！天雷，是天雷发怒了！雁门关大旱3年，你们的狗屁皇帝在哪里？乱军10万围城，你们的救兵又在哪里？将士们渴得喝泥水，饿得吃观音土，拿血肉之躯去顶城门的时候，你们这帮满城肥油的猪猡还守城的功臣砍头！我9天神明第一个不答应！神明说的对，朝廷不给我们活路！去他娘的朝廷！老子只认救命的仙人！要不上仙饶命，上仙息怒啊！下官只是奉旨办事，下官也是身不由己啊！奉旨！老子今天就废了你的圣旨！赵铁，凡将在。你于中那个昏君，能换来雁门关3万百姓的活路吗？你手里的剑，到底是用来护国保民，还是用来给这帮贪官污吏当狗的？我赵铁的剑，只护雁门关县始尊赐命之神。钦差大人，雁门关现在不归朝廷管了。赵铁，你敢抗旨谋反？你若再敢碰仙人的神物一下，我让你今天就血溅当场！滚！带上你的狗腿子，给老子硬出雁关！滚！撤！快撤！
从今日起，雁门关3万军民彻底脱离大梁朝廷，这孤城便是仙人在凡间的道场。凡有法旨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这才像个带把的爷们儿。行了，老赵，赶紧起来。既然让你们独立了，把朝廷给得罪死了，那接下来咱们就得搞点大基建了，防着朝廷报复，光靠木门可不行。我给你搞点现代水泥和钢筋过去，咱们直接把雁门关修成一座连大炮都轰不开的钢铁要塞。王总，我知道你们行里规矩，这几幅王羲之真迹的临摹本虽然不是原件，但看着纸张和印手，绝对是1000年以上的唐代宫廷货，500万一口价，现款结算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品相，这神韵，保存的就跟昨天刚画出来的一样。500万，林先生，您要是肯上拍卖会，1000万都有人抢。别等拍卖，我赶着回去拯救世界，500万行不行？不行我换一件。行，太行了，5分钟内财务马上打款。老板，高标注苏宁水泥给我来50吨，螺纹钢筋来20吨，再给我配2台大马力柴油混凝土搅拌机。林老板，你这是要包哪个大工程啊？我要修一座连红衣大炮都轰不开的钢铁长情，马上装车送到我渔场去。将军，钦差被咱们赶跑了，朝廷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若是他们调动火炮来攻城，咱们这破烂的城门和夯土城墙绝对挡不住啊！挡不住也得挡，发动全城百姓去北山采石头，咬牙坚持，也要把城墙加厚。将军来不及呀，采石打磨砌墙，最快也要2个月。若是朝廷大军半个月内杀到，咱们拿什么挡？踩什么破石头？老赵，让人把枯井周围100米全给我清空，老子给你们送仙泥和铁骨过来了。全退后，仙人要施法了。将军，仙人怎么扔了一堆灰土和铁棍下来？这能修城墙？这么细的灰面子，风一吹就散，人是不是弄错了？这玩意儿怎么可能比石头硬？那老头，这叫高标号水泥和螺纹钢筋，把钢筋像编竹筐一样，把它编在城门的缺口处，然后把搅出来的泥浆浇上去。仙人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钱老三，带人干活。李虎，你去摇那个发电机和搅拌机。这不就是烂泥巴吗？这玩意儿软塌塌的，咱别说火爆，我一脚就能踹个窟窿。仙人赐物必有玄机，砌墙，把这泥浆浇到铁骨上去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，这是铁还是石头？怎么比金铁还硬？老头，你别咋呼，看老子一刀劈开他！开！刀，我的刀崩了，这泥巴。不，这不是泥巴，点石成金，化泥为铁，这才是真正的仙法呀！有此等神炮攻金，就算是天雷劈下来，也休想雁门关分毫。哈哈哈哈！大将还以为赵铁这逆贼修了什么铜墙铁壁，你们看，那城墙竟然是灰色，连一块青砖都没有，这分明是拿泥巴糊上去的。大将军明鉴，连石头都开采不起了，这一轮火炮灰飞灰灭。乱臣贼子，神机营听令，红衣大炮推上前，给我把那泥巴墙轰个稀巴烂！将军，是红衣大炮。那可是能开山裂石的重器啊！咱们的仙土墙能扛住吗？仙人赐下的钢铁之躯，岂是凡间的炮仗能撼动的？所有人退防角度！什么叫绝望？开炮！炮弹回来了，快躲！这不可能！红衣大炮连青石城墙都能砸穿，那灰泥墙怎么连个坑都没砸出来？妖法，这绝对是妖法！再轰！给我把所有的火药全填进去！就这，老子还以为多大威力呢，连个墙皮都没蹭掉。红衣大炮是吧？老赵，被动挨打不是老子风格，既然他们喜欢，老子今天就教教他们什么叫现代降维打击。仙人，这是何物？这玩意儿在现代叫礼花弹，但在你们古代，这就是他娘的开花大炮了！把无缝钢管铁埋进沙袋里，斜向上对准朝廷大营，把那个比脑袋还大的圆球塞进去，引线留外面。点火！仙人自信炮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飞得这么高？我的耳朵是天火流星，天上掉火神了！天怒了，不是人间兵器，这是神界的怒火！撤，快撤！雁门关有真神护体，谁打谁死啊！仙人的武器竟然能炸出颜色，这是真神啊！仙人手段有此神威，天下谁人敢犯我雁门关？老赵，别急着摆，我要给你们考现代蒙可院和工业，让雁门关成为这个古代世界的日不落之城。将军发财了，咱们这回真发财了。伤亡如何？零伤亡，连个崴脚的都没有。咱们光是缴获的完好战马就有8000多匹，还有朝廷丢的30万骧弹军粮，几万套明光甲。将军，有了这些家底，咱们现在就是打进京城都够了。不可胡言，咱们只为求活。传我将令，将朝廷大将军的中军大给我搬空，把最好的1000匹战马、最精良的1万把钢刀，还有站里搜出的所有金银玉器，
全部给仙人送去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这头一份战利品必须给神界。检测到海量高价值跨界物资传送。我操！老赵，你这是把我标桥的古墓给劫了！仙人还有千匹战马中，只要您需要，立刻送去。别！你给我弄1000匹马来，明天动物保护协会就能把我给抓了。马你们留着自己组建骑兵。林海，别躲了，赶紧给老子出来！王胖子，我欠你的2万块钱半个月前就还清了。你带人跑我这儿来撒什么野？钱是还清了，但你这渔场的地租到期了，老子今天来通知你，这片地我不租了，合同明明还有3年。看在往日交情，这10万块钱算老子赔你的违约金，拿着钱马上滚！石旺子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金条？你哪来的这么多金条？老子现在不仅不还，我还要买下这片渔场连带后面的整座荒山的所有权。这几根筋市价保底1500万，买你那点破地都全绰绰有余。今天你要么签字滚蛋，要么我拿着钱去市里找更大的开发商来跟你拼，你选一个。林老板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你要买山，好商量，我这就让人去办过户手续。马上滚去办！以后再敢踏进我这片地盘半步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老赵，别光顾着高兴了，第1季打仗的戏码结束了，准备迎接第2季。仙人，何为第2季？需要翻江杀谁？脱下盔甲，拿起锄头，老子明天给你们送现代杂交水德太阳能板过去。老子要把你们雁门关打造成古代第1个实现电磁化的超级赛博朋克要塞。娘的，今年的白露怎么冷得这么邪乎？将军，这风刮的刺骨啊，眼看就要入冬了。大旱之后必有大旱，朝廷的大军虽然退了，但咱们城里的御寒物资全在守城的时候烧光了。若是没有冬衣和扛饿的冬粮，这雁门关的3万军民，就算没死在刀兵之下，也要被这贼老天活活冻死。将军，城外的地都冻硬了，什么庄稼也种不活，咱们的存粮还有限，但要是这冬天熬上大半年，迟早要断出。老赵，听你那边的风声，降温了吧？把那5万件加厚式劳保军加衣全给我卸下来，还有那100吨脱毒高通手疗防手皮筋重的棉被，全给我堆到井口边上去。仙人又显灵了！老赵，让弟兄们把衣服穿上，这玩意儿叫军大衣，里面全是现代工业化纤和保暖棉。好重，好暖，这等厚实的衣物，即便是大梁的皇帝也未曾穿过。热，将军，太热了！这线衣里头像是藏着个火炉，我都要热出汗来了。仙人，这些黄色的土块是何物？那叫高热产冬土豆，抗寒抗冻，切成块埋进土里就能活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玩意儿在你们那儿的亩产保底5000斤。亩产5000斤？仙人莫不是在寻属下开心？大梁最好的水田，亩产也不过300斤啊！5000斤，那岂不是满地都是粮食？没跟你们开玩笑，有了这玩意儿，你们雁门关以后就彻底告别饥荒了。吃不完的土豆还能拿来酿酒做淀粉，老子教你们怎么搞古代轻工业。大梁已死，孤城当立，传我将令。今日起，封炉开荒，种鲜粮，修仙墙，待到来年春暖花开，我雁门关便要让这天下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府神国！万岁！万岁！神明万岁！第1季防守反击，完美收官。老赵，好好过个冬，等开春了，老子把挖掘机和无人机轰炸队给你们送过去，咱们第2季直接惊艳整个古代。